买橙子时要选公的，很多人分不清，难怪买回来的橙子又干又涩，还不香甜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菜味。很多人挑选橙子时只会看橙子的个头，总是认为个头越大汁水越多，然而切开才发现并不是如此。接下来我就把挑选橙子的技巧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大家看完以后都能长知识。技巧1：看形状。购买橙子时，我们首先要选择形状端正、比较畸形的。另外，我们会发现橙子的形状大体可以分为两种，一种是圆形的，一种是椭圆形的。一位老果农曾告诉我一句口诀：高生橙，扁生干，光生棘。意思就是买橙子要挑选椭圆形的，这样的橙子通常皮会比较薄，果肉饱满，而且吃起来也是香甜多汁的。反之，如果是圆形的橙子，那么通常皮是比较厚的，内部的果肉会比较干瘪，吃起来味道也会偏酸涩。而如果橙子形状不规则，可能在生长过程中受到了一定的影响，品质或许不太稳定。总之，大家认准了购买标准椭圆形的橙子，这样形状的橙子汁水丰富，口感清甜，果核相对较少。技巧2：看橙子的果期，从而分辨橙子的公目。在水果名词上，其实水果是不分公目的，但是种植果树的果农为了好分辨橙子，就会自己把橙子分为公目。公橙子也叫包期橙子，就像这种橙子，它的肚脐比较小，而母橙子也被称为开期橙子。这种橙子的肚脐就比较大，而且大肚脐里面还包裹了一个小肚脐。果农们经过多年的种植经验发现，开期的公橙子不仅汁水多，而且水分足。不过在一棵树上，公橙子比较少，母橙子偏多。为什么开期的母橙子味道比较差呢？切开后大家就明白了，这是因为母的橙子肚脐里面有众多小肚脐，这些小肚脐里会有一个授粉成功，成为小橙子，和大橙子一起生长。长出来的这个小橙子就被称为子橙。子橙在生长发育时会消耗大橙子中的各种营养物质，从而导致整个橙子味道都比较差。而且因为有小橙子的存在橙子内部的白色筋酪也会比较多，而筋酪多的橙子吃起来就比较粗糙，所以买橙子最好买公橙子吃。买橙子除了要分辨公目，大家还要从以下3个方面去挑选，可以使橙子吃起来更香甜多汁。第3，我们在挑选橙子的时候还可以把它拿在手上，用手轻轻的按压一下，来感受橙子的柔软度以及弹性。当轻轻按压橙子果皮时，如果果皮有一定的弹性，按压能迅速回弹恢复原状，说明橙子的新鲜度比较好，果肉紧实，水分充足。如果按压下去感觉果皮很软，甚至出现凹陷难以恢复，那么可能橙子已经不新鲜了，经过运输再到售卖，已经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了，内部水分已经蒸发，导致果肉变软而无弹，那样的橙子吃起来是绵软无味的。再或者内部果肉已经变质，已经不能食用了。还有太硬的也不能挑选。通常来说，果皮太硬的橙子可能尚未完全成熟，其口感可能会偏酸涩，汁水也会相对较少，要么就是果皮特别厚。所以一定要优选果皮具有一定的弹性，按压时稍有柔软感的橙子，成熟度更好，口感也往往更加甜美多汁。第4，在选择橙子时，除了关注外观和大小，还应该留意果蒂的状态，这是最能反映出橙子新不新鲜的重要标志。每个商贩的橙子堆都不一样，一些橙子可能仍然带有树叶，
这通常表示它们会比较新鲜。因为树叶保留的比较多，橙子内部的水分和营养呢就越丰富。一般情况下，售卖各把衔接的橙子的叶子呢会逐渐脱落，直到只剩个光秃秃的果蒂。而叶子越新鲜越绿，则水分越多。所以看到果蒂干燥、发黄或脱落的橙子时，需要格外注意，因为这些迹象表明它们可能已经失去大量的水分。内部果肉呢也可能会变得干燥，就是有水分呢，果肉呢也是绵软，不好吃的。第五，掂重量。拿起2个大小相等的橙子，放在手上掂量一下，较重的橙子说明水分充足，口感呢会比较好；较轻的橙子则说明果肉水分缺失，吃起来会干巴巴的，甚至会出现空心的情况。当然，前提条件是比较2个大小相同的橙子，否则就没有意义了。第六，我们在挑选橙子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把橙子拿起来旋转一下，看一看它的表面。那么看表面呢，不光是去观察它的颜色，还要看一看橙子的表面是否存在一些压痕或者是伤痕。因为橙子呢是经过长途跋涉的运输才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的。那么如果我们发现橙子的表面有伤痕，压痕、伤痕就不足为奇了。因为在运输的过程中会发现大量的橙子呢会出现被挤压的状况发生。所以说我们在挑选橙子的时候，一定要先观察一下它的整个表面，观察一下它的表面呢是否光滑、有伤痕或者是有压痕等。如果出现了损伤、有压痕的橙子，那么一定不要购买。买回家之后，不仅口感不好，里面呢可能果实呢已经受到了挤压，出现了损坏。就算是能吃的话，那么也不能够长时间的保存的。同时，我们还要注意看橙子的颜色。橙子的颜色呢，可以反映橙子的光照时间。橙子颜色越深，它所受的光照时间越长，而光照时间长，可以使橙子吸收更多的营养物质。橙子营养物质充足，它的果肉呢就会更甜，汁水更多。而有一些橙子色泽很浅，这种橙子光照时间短，味道呢肯定的会差一些。在一棵橙子树上，一般在树尖尖上生长的橙子，色泽呢是最深的，个头呢也是最大的；而在树枝下生长的橙子，颜色浅，个头小，口感呢比较差。以上是挑选橙子的小技巧，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参考。花同样的钱，能够让大家吃到口感更好的橙子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那里有更好的建议，欢迎评论区留言，水星进行分享。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、转发，使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些实时动态。语文方便，语气方便，期待和您再度相逢，一同探寻更多的社会真相。我是瑶瑶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